2026年6月，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櫻桃角航空站舉辦了一場超級特殊的葬禮。當飛行員關掉引擎，水門儀式的水柱噴灑而下，這不單單是一架老飛機的除役，這一刻標誌着美國海軍陸戰隊超過50年的初代垂直起降傳奇時代正式畫下了句點。提到這架能原地拔地而起的鋼鐵怪獸，就算你不是軍迷，也絕對在阿諾的經典電影《真實謊言》裡看過他開掛般的逆天表現。它就是大名鼎鼎的 AV-8B 鑰匙戰鬥機。這架曾經讓全球軍迷為之瘋狂的致命武器，到底藏着什麼瘋狂設計？既然它這麼神，是步兵眼中的救世主，那陸戰隊現在為什麼要把這架王牌送進墳墓？今天我們就來懷念一下這位老將的一生究竟有多麼波瀾壯闊，看看他是怎麼從一張不可思議的圖紙變成美軍最愛戰機。為什麼美國海軍陸戰隊對這架長得有點呆萌，連超音速都飛不到的戰機愛得死心塌地？要搞懂這個邏輯，你得先了解陸戰隊的火力焦慮。我們都知道，陸戰隊就是要在別人家門口搶灘登陸，打第一級的遠征軍。在真實的戰場上，如果你指望空軍大哥從幾百公里外的大型機場飛過來救你，那根本是拿前線弟兄的命在開玩笑。因為那些長達幾千米的混凝土跑道，絕對是開戰第一天就被敵方飛彈死死鎖定的首要目標。只要跑道被炸出一個大坑，空軍的 F-15、F-16再神，也只能趴在地上當昂貴的廢鐵，當場吃瘪。所以陸戰隊高層就在想，我們絕對不能被跑道綁死，我們需要一架不需要機場，只要有一條柏油路，甚至在受損的艦艇甲板上就能直接升空的戰鬥機。這時候，英國的霍克希德利公司拿着一張超扯的圖紙找上門了。它就是鑰匙戰鬥機的老祖宗，它的核心黑科技全壓在那台脾氣超級暴躁的飛馬噴射發動機上。普通的戰鬥機發動機噴嘴全在屁股後面，往後噴火，飛機往前飛，這很合邏輯嗎？但鑰匙戰鬥機呢？設計師根本是個瘋子，他們在機身兩側裝了4個可以旋轉的排氣噴嘴。當飛行員把噴嘴轉到垂直向下的時候，發動機那股幾萬磅的狂暴推力，直接把這架10幾噸重的金屬巨獸硬生生的給抬到了半空中。這意味着它能在被炸爛的跑道上起飛，能在森林邊緣的泥土路上起飛，這根本就是一架披着噴射戰機外皮的直升機。1971年，美國陸戰隊如獲至寶，引進了第一代產品 AV-8A。但部隊飛了一陣子之後，馬上發現這玩意兒雖然酷，但脾氣有夠機車。第一，鑰匙戰鬥機出了名的超難飛，在悬停狀態下，飛行員必須像是在踩高蹺走鋼索一樣，憑直覺去控制推力平衡。只要遇到一陣側風，或是手稍微抖一下，飛機馬上就會失去平衡，直接摔個狗吃屎。更慘的是，為了搞垂直起降，它必須消耗海量的燃油，導致它腿超短，航程悲劇，根本掛不了幾顆炸彈。說難聽點，簡直就是個只能在航空展上表演悬停特技的昂貴玩具。陸戰隊當然吞不下這口氣，後來他們找上了美國的麥道公司，聯手對這個英國混血兒進行了大改款。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AV-8B 第2代鑰匙戰鬥機。這次的升級堪稱是航空工業史上的奇蹟，美國人直接給它換上一副超大的碳纖維複合材料主翼。在那個年代，敢在戰機主翼大面積搞複合材料，絕對是砸重本。這副機不僅重量大幅減輕，肚子裡還能塞更多燃油，直接治好了他的短腿病。緊接着，工程師在機翼底下瘋狂塞滿武器掛載點，這下子 AV-8B 徹底從一個特技演員變成了一座移動的空中軍火庫。它能掛載雷射導引炸彈、集束炸彈、小牛飛彈，甚至還有那門火力超恐怖的25公里蓋特林机炮。到了服役後期，美軍更是開掛，直接把 F-18大黄蜂戰機上的 APG-65雷達塞進它那個根本就不大的機頭裡面。加裝雷達之後的鑰匙戰鬥機簡直像開了圖全亮外掛，它不僅能在夜間和壞天氣裡把炸彈精準砸在敵軍頭上，甚至能掛載 AM-120 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在市區外把敵人戰機給揍下來。就這樣，經過大魔改的鑰匙戰鬥機徹底補齊了所有的短板，蛻變成21世紀最強悍的對地攻擊殺手。但是紙面數據再怎麼神，終究得拉到真正的實戰裡去練練。這架能貼着前線部署、火力支援比叫外送還快的鋼鐵怪獸，在真實的沙場上到底打出了怎樣驚悚的戰績？為什麼前線的陸戰隊步兵只要看到它，就像看到救世主一樣呢？說到鑰匙戰鬥機的實戰表現，我們得先說一件瘋狂的往事。其實，在美軍把第2代鑰匙戰鬥機捧上神壇之前，他的英國親戚，也就是第1代鑰匙戰鬥機，早就先在1982年的福克蘭群島戰役中一戰封神。
當時阿根廷空軍飛的是法國製造的超音速幻象戰機，在他們眼裡，英國這架飛不到超音速、長得又胖又怪的短腿小飛機根本就是個活靶子。結果真到了空中纏鬥的時候，阿根廷飞行員徹底傻眼了。英國飛行員使出了鑰匙戰鬥機最變態的独门絕招——向量推力前飛。簡單來說，就是在空戰追逐的急速狀態下，飛行員突然把4個排气嘴往下轉，整架飛機瞬間在半空中來了一個違背物理的急剎車，甚至向上躍升。後面原本撕咬着他的阿根廷幻象戰機根本反應不及，直接從他下面衝過機頭，瞬間把自己的機背暴露在了鑰匙戰鬥機的機頭前。緊接着，鑰匙戰鬥機鎖定目標，响尾蛇飞彈彈出，一擊必殺。整場戰爭打下來，這架原本不被看好的怪飛機硬生生創下了驚悚的20-0空戰擊落記錄。在空對空对決中，阿根廷戰機被打下20架，而鑰匙戰鬥機的空戰損失是0。這場驚天動地的戰績向全世界證明，它絕對不是一輛只能貼地飛行的笨重炸彈卡車。這樣玩起近距離纏鬥，他是個心狠手辣的空中殺手。帶着這名英國表哥打下的恐怖威名，美軍魔改版的 AV-8B 終於迎來了自己的絕殺時刻。這就不得不提美軍的專有名詞——密接空中支援。這也是鑰匙戰鬥機能在陸戰隊橫行半個世紀的核心底牌。大家試想一個戰場情景，當陸戰隊的士兵被敵方機槍死死壓制在破房子裡，探出頭就會被打成蜂窩時，如果這時候叫空軍的 F-16或者 F-15來救場，人家從幾百公里外的大型基地起飛，再全速趕過來，最快也要20到30分鐘。在那種生死一瞬間的绞肉機裡，30分鐘足夠讓一整個排的弟兄全部去見上帝了。但是鑰匙戰鬥機不需要长長的跑道，它可以直接停在離前線不到20公里的簡易泥土機場，或者海上的2棲突擊艦裡。步兵一通無線電打過去，5分鐘，只要5分鐘，它就已經挂滿炸彈殺到你頭頂了。這種火力支援的速度比你在台北市區叫外送還要快。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動，鑰匙戰鬥機簡直像發瘋一樣，在戰區執行了數千次的轟炸任務。只要地面部隊遇到啃不下來的敵方碉堡或是坦克，他就直接從天而降，把伊拉克的装甲車轟成一堆冒煙的廢鐵。到了後来的反恐戰爭，從阿富汗的深山老林、伊拉克、利比亞，再到痛揍 ISIS， 鑰匙戰鬥機幾乎打滿了美軍所有的重大軍事行動。对於陸戰隊的步兵來說，鑰匙戰鬥機根本就是他們專屬的隨叫隨到的守護神。這種只要你一開口，頭頂馬上有人罩着的絕對安全感，是任何空軍的高空轟炸機都給不了的。但是故事講到這裡，反轉來了。既然這架飛機空戰能打出20-0的戰績，對地轟炸又是前線步兵的希望，那為什麼在今年陸戰隊要忍痛把它全面淘汰不可？難道是這幾十年的高強度出任務把它的机身給徹底整壞了，還是說美軍面臨對手鑰匙戰鬥機已經不起作用了呢？既然鑰匙戰鬥機實戰效果那麼好，既能在空戰中剃別人光頭，又是前線步兵的守護神，那美國海軍陸戰隊為什麼在2026年非得狠下心把這架王牌送進飛機墳場？其實當你在今天去解剖這架飛機的底層邏輯時，你會發現一個真相，它早就被現代戰場的殘酷現實給硬生生逼到了死角。首先，它真的太老了，它確實戰績輝煌，但鑰匙戰鬥機的機體設計核心依然停留在冷戰時期的思維。幾十年的高強度出任務，在各種惡劣的泥地、沿海擊中的2棲突擊艦上起起降降，這批老戰機的金屬骨架早就出現了嚴重的金屬疲勞，零件停產，維修妥善率直直落。為了讓一架鑰匙戰鬥機飛上天，地勤人員在地上得花好幾十個小時去伺候它，後勤維修的經費簡直就像個填不滿的黑洞。再來，它出了名的超難飛，雖然經過大魔改，但垂直起降的宿命擺在那邊。在懸停階段，飛行員的手腳幾乎不能停，一邊要顧推力向量噴嘴的角度，一邊要管油門，還要提防氣流变化。這種恐怖的高認知負荷，讓鑰匙戰鬥機在美軍內部甚至有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綽號——寡婦製造機。稍有不慎，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機械故障，飛行員連彈射逃生的時間都沒有，直接连人帶机砸在地上。但真正壓垮鑰匙戰鬥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假想敌变了。过去20年，他在中東炸得挺爽，但得搞清楚，他炸的是那些拿着 AK-47、穿着草鞋的恐怖分子，对手根本沒有成建制的防空網。但如果今天的戰場轉移到東歐，假想敵換成是重裝上陣的俄羅斯呢？如果陸戰隊要在某處關鍵海岸線進行機降突擊，俄軍的 S-400長程防空飛彈早就把幾百公里外的天空給死死封鎖了，戰區邊緣隨時有蘇35戰機在遊蕩。更恐怖的是，底下的樹林裡還藏着無數個扛着真式單兵肩射防空飛彈的俄軍步兵。在這樣的死亡火網上，鑰匙戰鬥機飛過去簡直就是白白送頭。
為什麼？因為它完全沒有任何逆蹤設計。在俄羅斯的對空雷達熒幕上，這架掛滿炸彈、機身沒有經過任何折射設計的怪飛機，它的雷達截面積大的就像是在漆黑的夜裡舉着高功率探照燈在裸奔。只要一升空，馬上就會被俄軍的防空系統死死咬住，幾十枚飛彈瞬間朝你飛來。面對這種大國博弈的修羅場，陸戰隊高層很清楚，靠鑰匙戰鬥機這種硬剛的玩法已經行不通了。我們需要一個更冷酷、更致命的接班人。這時候，真正的終極殺器 F-35B 閃電2戰機正式接管了天空。F-35B 簡直就是被陸戰隊量身打造的完美夢幻機種。首先，它完美繼承了鑰匙戰鬥機那套最變態的絕學——垂直起降。它一樣不需要長跑道，一樣可以停在2棲突擊艦上，隨時支援前線。但在這個基礎上 ，F-35B 還帶來了未來黑科技。第一，就是讓俄軍徹底吃癟的機動逆蹤。F-35B 把所有的炸彈、飛彈全都收進了機身內部的彈倉裡。整架飛機平滑的像個外星飞行器，在俄軍的雷達上，這麼大一架戰機，反射訊號只有一個高爾夫球那麼大，它能像個幽靈一樣悄無聲息地摸進俄軍防空網的最深處，把 S-400的雷達站給炸上天，而對方連自己是被誰搞死的都不知道。第二是超變態的感測器融合與資訊共享。要是戰鬥機飛過去，飛行員必須自己死盯着小螢幕找目標，但 F-35B 是個會飛的超級電腦，它自帶全方位的光電分散式控制系統。直接把戰場上所有的敵軍位置、防空飛彈陣地，甚至友軍的坐標，通通融合成最直觀的畫面，直接投影在飛行員的頭盔面罩上。他不僅自己能打，還能把這些情報透過資料鏈分享給底下的步兵和海上的神盾艦。在這場時代交替中，我們可以這樣比喻 ：AV-8B 鑰匙戰鬥機就像一個拿着大砍刀、脾氣火爆的狂戰士。虐菜的時候，他衝進人群，大殺四方，非常爽。但面對全副武装的正規軍時，這套就行不通了。而 F-35B 就是一個穿着隱身衣、带着全土開視野外掛的頂級刺客，他不需要跟你肉搏，他在看不到的地方就已經按下了決定生死的按鈕。所以在2026年的今天，把鑰匙戰鬥機送進墳墓，並不是陸戰隊忘恩負義，而是在面對俄羅斯這種量級的對手時，想要活下去，想要贏，就必須徹底擁抱逆蹤和資訊戰的時代。那麼，這架曾把垂直起降發揚光大，讓陸戰隊引以為傲的傳奇戰機，在它正式除役前的最後一段歲月裡，到底執行了什麼樣跌破大家眼鏡的最終任務？這50年的老兵又給人類軍事史留下了怎樣無法磨滅的戰爭遺產呢？在我們跟這架陪了陸戰隊半個世紀的傳奇老兵正式說拜拜之前，火力軍想先跟大家聊聊鑰匙戰鬥機到底給人類軍事史留下了什麼。回過頭來看，這架在1970年代誕生，一路飛到2026年正式退役的老將，他用整整50年的時間，向全世界的空軍證明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戰鬥機不一定要有3000公尺長的跑道。鑰匙戰鬥機的存在，徹底重塑了美國海軍陸戰隊遠程軍的絕對靈魂。它讓陸戰隊的士兵們知道，哪怕我們被包圍在沒有機場的孤島上，哪怕空軍老大哥的跑道全被炸爛了，只要有一艘2棲突擊艦，我們的頭頂上永遠會有一雙鋼鐵翅膀罩着我們。這種不依賴別人的火力獨立權，才是鑰匙戰鬥機對陸戰隊最無可取代的價值。不過，雖然美國陸戰隊在這個月正式把它送進了飛機墳場，全面換裝 F-35B， 但大家先別急着給它燒紙錢。在地球的另一端，這架老戰機還沒完全死透。目前，意大利海軍和西班牙海軍的輕型航空母艦上，依然還有少量的鑰匙戰鬥機在繼續服役。對於那些買不起或者還在排隊等 F-35B 的國家來說，這架能垂直起降的老皮卡，依然是他們維持海上航空戰力的唯一續命神藥。麥克阿瑟曾經說過一句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當最後5架鑰匙戰鬥機在櫻桃角航空站的停機坪上徹底關掉引擎的那一刻，那個屬於機械暴力、屬於飛行員用直覺和膽識去對抗地心引力的狂野時代，也正式宣告結束了。未來屬於那些滿身感測器、隱身逆蹤的數位化戰機。但每當陸戰隊的老兵們回想起當年在沙場上被敵軍壓制到喘不過氣時，天空中傳來的那陣熟悉且暴躁的噴射嘶吼聲，那架像直升機一樣懸停在半空中倾泻火力的鑰匙戰鬥機，絕對是他們一輩子最難忘的救贖。好了，關於 AV-8B 鑰匙戰鬥機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裡。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覺得這架能垂直起降的老戰機，它在軍事史上的地位能排進前10名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
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器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